公元1214年啊，從北京到開封一次遷都，徹底改變了整個北中國的命運。這一年，蒙古鐵騎好似決堤的洪水一般，衝破居庸關，席捲華北。曾經橫掃遼宋、不可一世的大金王朝，被一步步逼到了懸崖邊上。面對蒙古大軍的兵鋒，金宣宗完颜詢做出了一個震驚天下的決定，他要放棄中都，遷都開封。消息一出，朝野譁然。支持者說這是保存國祚的權宜之計，反對者呢則是怒斥這是在敵人尚未攻破城池之前背棄祖宗基業的懦夫行徑。中都被放棄了以後啊，數十萬百姓流離失所，無數的村鎮化作焦土。僅僅1年之後，這座經營100年的帝都在烈火與屠殺中走向終結。很多人都以為金朝亡於蒙古，但如果回頭看，真正斩斷大金國運的或許並不是蒙古人的彎刀，而是金宣宗在恐懼與猶豫之中選擇離開的那個決定。從他離開中都那一天開始，這個北方霸主的氣數就已經注定走到了盡頭。漫聊蒙金戰爭的第4集棄都南遷，咱們來聊一聊金朝末年遷都開封前後，蒙金宋三國之間那場改變歷史走向的生死博弈。前面說到1214年的春天啊，蒙金雙方在中都達成了和議，金國獻出齐國公主，奉上大量金銀財寶，成吉思汗率軍北返。此時坐在金國皇位上的正是金宣宗。金宣宗完颜詢，女真名乌都补，金朝的第8位皇帝。他和金章宗完颜景啊是同父異母的兄弟。金世宗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太子，名叫完颜允恭，這哥倆就是完颜允恭的兒子。但是他們的成長經歷呢，可以說是云泥之別。金章宗完颜景是正妃所生，嫡子嫡孫，提前預定的皇位繼承人。而金宣宗完颜詢雖然是長子，但是是側妃所生。儘管女真人啊不像漢人那樣特別強調嫡庶之分，但是到這會兒啊，中原制度的影響早已深入金朝，嫡庶之間的差別還是很大的。如果不是金章宗斷了子嗣，如果不是魏少王亂了朝纲，完颜詢啊大概率只能做個閒散王爺，一身榮華富貴，卻永遠無法觸及那把龍椅。眼看外面打得天翻地覆，國運日衰，他也只能站在一旁旁觀。為什麼呢？因為說了不算。直到胡沙虎發動政變，毒殺了魏少王，命運才突然拐了一個彎，陰差陽錯之下，為完顏景騰出了登基的機會。於是這位已經年過50的王爺在內憂外患之中被推上了皇位。明明已經到了退休養老的年紀，政策突變，他被返聘了。你說這巧不巧？那麼完颜詢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綜合史料來看啊，他是美風姿，體貌豐美，好學善談論，有功於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換句話說呢，他從小相貌出眾，長大後身材魁梧，喜歡讀書，善於談論，詩文造詣也不錯，平日裡最愛和文人雅士一起吟詩作賦，這是好的一面。至於不好的一面，金史宣宗本紀給總結了一句，說雖乏撥亂反正之才，而有勵精圖治之志。意思是說他並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昏君，相反的，他相當勤政，也真心希望挽救危局。可是呢，他又常常在關键決策上判斷失誤，在細枝末節上又過於計較，多少有些像後來明朝的崇祯皇帝，有心救國卻無力回天。這些事情後面還會慢慢講到。那麼說在1214年蒙金和談以後，還沒等最後一波的這個蒙古軍隊完全撤離，金宣宗就迫不及待地召開大規模朝議，議題就有一個：蒙古鐵騎勢不可擋，到底應不應該遷都？如果遷到哪兒比較合適？消息一出，朝野譁然。因為在中國歷史上，遷都從來都不是一件小事。一個政权啊，如果是被逼無奈，拱手讓出了核心統治區，多數沒有什麼好結果。北宋的蘇東坡呢就曾說過，說必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既亡，未有能復振者也。這種事情呢，就像一个敗家子兒走投無路，開始變賣祖業田宅，從此就會再無翻身之日。所以金宣宗的提議有很多人表示反對。
有人說宗廟社稷不可輕棄，有人說放棄中都就等同於放棄遼東、河北、山西，不如聚兵击粟，死守京師。然而就现實情況而言，贊成迁都的理由同樣難以反駁。首先就是中都的地理位置，我們看北京在地理上是的確存在一定戰略優勢的，据天下之己，控華夏之防。但是這種優勢是相對於一個強勢王朝來說的，一旦這個王朝变得衰弱，形勢就會變得充滿不確定性。後來的滿清入關就是這樣。金朝這時候處境呢，比明朝末年還要不堪。蒙古連續3年大舉南下，甭管是天然屏障還是人工防線，幾乎全都形同虛設。誰也不敢保證下一次蒙古大軍到來的時候，中都還能守多久。北宋的靖康之變犹在眼前，金宣宗實在是沒啥信心。其次呢，糧食是個死結。中都的人口有数十萬，平時可以依靠山東河北轉運糧食來供養。3年大戰，甭說中都周邊了，大半個華北的農業生產都已經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商旅斷絕，漕運斷絕，3次圍城，被餓死的那個軍民百姓成倍激增，就是這一困境的真實寫照。除此之外還有一件很戲劇性的事情在無形之中推動了迁都決策。说有那麼一天傍晚，金宣宗呢幾個侍从去上香，走在路上忽然看到2只狐狸大搖大擺，旁若無人，相携而過。這個狐狸呢毛色發紅，看樣子好像是一雄一雌。人們湊上前去，這2只狐狸就蹭蹭竄到了樹上，轉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見。本來還沒什麼，幾個進士呢隨口提到，說不知道怎麼了，最近這宮裡邊經常出現這種東西，甚至還有到大殿前面嬉戲打鬧的。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金宣宗聽見以後呢，忽然猛地一拍大腿，說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意思就是連皇宮都開始頻現異象了，再不走難道在這等菜嗎？遷都必須得遷，可是遷到哪兒去呢？有的說去河北大名府的，有說去關中京兆府的，還有說回東北去辽陽府的。方案很多，称心如意的是少之又少。反复权衡之後金宣宗最終選中了南京，也就是过去北宋的都城汴京，今天的河南開封。說這地界怎麼好呢？它是南阻長淮，北居大河，西邊有潼關要地，城池雄偉，油錢可施，漕運交通比較便利。最讓人心動的是過去海陵王完颜亮曾經在這兒營建宮室，現成的皇宮就在那裡，幾乎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就這樣，贞佑2年5月11日，金宣宗正式頒布遷都南京的詔書，史稱贞佑南渡。說這最先從中都運走的是皇宮拉出來的金銀財寶，足足動用了3000頭駱駝，又用了3萬輛馬車運送各類典籍、文件和書籍。由於時間過於倉促，一些國之重器只能被迫放棄，其中最出名的一件就是當年攻陷北宋汴京搶来的浑天儀。這個浑天儀的結構呢極其精密複雜，到這會兒已經沒人懂得怎麼拆卸安裝了。如果要整體運走，一般的車輛又裝不下，最後只能放棄。詔書剛下發了3天，金宣宗就要動身，他是一天都不想多待。沒成想呢，當天突降大雨，想走沒走成，又苦等了3天，這回終於啟程了。可是車駕剛走出城門，嘩啦啦又來了場大雨，一連3天綿綿不斷。大隊人馬冒着雨往前走，道路泥濘，狼狽不堪。之後呢，走走停停。這一路上，金宣宗擺出了南巡的架勢，沿途的官員爭相迎奉。僅涿州一處，為了慰勞隨行隊伍，就進獻了2000車的慰問品。等到車駕渡過黃河，兩岸大小的船舶近4000艘，相當有排面。耗時了1個多月，這支龐大的遷都隊伍終於走到了南京。金宣宗呢，總算是安全了，可被留在北方的中都卻即將迎來他命運中最黑暗的時刻。金宣宗避敌南遷，为了安撫民心他把太子完颜守忠留在中都，同時任命完颜成輝擔任右丞相兼都元帥，任命莫言金忠為左部元帥，共同輔佐太子管理中都事務。成吉思汗曾把金朝州縣比喻成圍場中的獐鹿，
獵物在獵圈中哀鳴是取樂，獵物擅自跑出了獵圈則是侮辱。金宣宗遷都汴京，就好比獵場中的兔子逃脫了，把成吉思汗刺激得不輕，說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示汗，特以和為款我之計耳。明明议和了，你又遷都，這明擺着是心存猜忌，拿议和當緩兵之計。成吉思汗一聲令下，由三木合巴都率領蒙古軍，石抹明安率領漢軍，第4次挥軍南下，從古北口一路殺入河北，接連攻陷了景州（今天的河北遵化）、冀州（今天天津冀州區）、潭州（今天北京密雲）、順州（今天北京順義）。石抹明安是咱們的老熟人，野狐岭之戰，他被派去蒙古大營，分分鐘就歸降了蒙古。此時的石抹明安已經深受成吉思汗器重。以往蒙古軍隊作戰有個習慣，就是每到一處就屠城立威，讓敵人因為恐懼而歸降。可是結果呢，常常適得其反，人殺的越多，老百姓就越害怕屠城，然後守城就越拼命。即便是艰難攻破了城池，蒙古人也很难长期控制。自從石抹明安建議成吉思汗把屠掠改為招降以後，這種局面大为改觀。這一次呢，他們依舊沿用了石抹明安的建議，大軍剛過長城就豎起招降大旗，連下數城以後，很快就又對中都形成了圍攻態勢。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軍這邊卻因為金宣宗的騷操作鬧出了大麻煩。金朝的軍事體系中有一支特殊部隊，叫做九軍。讀音上呢有所不同，台灣會讀成丟軍。歷史學界在考證遼金史的時候，認為古代的實際讀音是雜軍。我這裡呢約定俗成，都給讀成九軍。九軍最早起源於遼朝，在金朝海陵王到金世宗時期，正式成為法定的國家正規兵種。它的成員構成呢，隨着歷史演變不斷變化，但是核心群體始終是那些被征服、被汉化的邊境各少數民族。到金朝末年，由於女真本族軍队戰鬥力全面衰退，北方的防線就幾乎完全交托給了這支由契丹、西、汪果等等外族組成的九軍。這些九軍常年和漠北的游牧民族作戰，是金朝末年少數仍然保有強大野戰能力的精锐骑兵，同時也是在第一線抵擋蒙古的炮灰。金廷对九軍採取的政策可以概括為6個字：既要用又要防。這就導致軍中對金廷積怨極深。成吉思汗大舉伐金以後，有一部分九軍瞬間成為蒙古人的內應和向導，繼而引發了連鎖反應。比如駐守在西北的汪古部就主動開城投降，讓蒙古大軍兵不血刃穿過金朝最引以為傲的防線。比如野狐嶺大戰，契丹、西族九軍陣前倒戈，動搖了金軍陣腳。更要命的是，金宣宗遷都途中，為了提防護從南下的九軍，直接收繳了他們的盔甲和馬匹。這樣一來呢，就更加激起了九軍的不滿。他們殺了金人長官，推舉了3個契丹人當主帥，掉頭殺回中都。等蒙古南下以後，又直接投靠蒙古，兩軍聯手圍攻中都。到這種程度，中都已經沒有轉圜的餘地。金宣宗呢，擔心自家兒子的安危，在主府高齊的撺掇下，將太子召到開封，把保全中都的責任一股腦全丟給了完顏成輝。這個完顏成輝呢，出身是女真貴族，家世顯赫，博通經史。之前是在沧州擔任恆海軍節度使，後來受到金宣宗賞識，升任尚書右丞。偏偏就在他入朝為官的這年冬天，蒙古人攻陷了沧州，完颜成輝留在當地的妻兒老小全部遇難。身居高位，可是卻無法保全家人。從私人情感上講，他對蒙古人的這個仇恨恐怕早已深入骨髓。而這段經歷呢，也給完颜成輝的歷史形象增添了幾分悲劇色彩。困守孤城，完顏成輝1個多月幾乎就沒離開過尚書省，頭疼的事是一樁接着一樁。這第一個讓他備受打擊的就是人心。皇帝走了，太子也走了，誰都看得出來這個中都已經被放棄了。蒙古人剛剛完成合圍，那個右副元帥蒲察驥金就帶着亲信部隊出城投了降，中都守軍呢由此就士氣低迷，人心浮動。
第二個致命打擊則是缺糧。和前一年冬天一樣，蒙古的游記切斷了中都的漕運。南面運河上的那個船主啊，眼見北上无望，乾脆就沉船逃命了。完颜成辉費盡周折，好不容易調來一批軍糧，轉眼全成了魚食。百般無奈之下，完颜成辉又想方設法給遠在南京城的金宣宗送去一封樊書求救。所謂樊書，是用透明的明矾水書寫晾乾的信件，表面看起来和白紙無異。收信人只有把這個水浸入水中，字跡才會重新顯現出來。信中有這樣一段話，說：欺今既降，城中無有故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背道來援，有計有計。中心思想就一條，能增援趕快增援吧，我這邊已經扛不住了。金宣宗呢也清楚中都的重要性，所以立刻回信說：中都重地，妙設在焉，朕豈一日忘也，以驅諸路兵與糧俱往，清會知之。再堅持一下，要兵有兵，要糧給糧，援軍很快就到。金宣宗呢倒是也沒有騙人，從2月份開始他就下詔調集兵馬援救中都，專門派了御史中丞李英負責押運糧草北上。李英的護糧大隊剛抵達霸州，就遇見了前來截擊的蒙古軍。蒙古這邊一共多少人呢？根據蒙古史料記載，主將叫做神薩，帶了400多蒙古騎兵；副將石抹明安帶了500契丹骑兵，一共不到1000人。反觀李英這邊，足足有3萬人，1000對3萬。但是兵力对比真沒法看，金軍這邊呢都是剛從河北收編的義軍，戰鬥力參差不齊，而且主帥李英啊，御下不嚴，是個酒蒙子。交戰之前，他就已經喝得五迷三道了。雙方剛一接戰，金軍便兵敗如山倒，3萬大軍顷刻潰散，1000多車的糧草就這麼被蒙古人給搶了去。趕着救援中都的還有2支部隊，結果呢，一聽說這糧草被劫了，沒糧還打個什麼仗啊？軍心渙散，各自退回本部。中都陷落之前，聲勢最大也是最後一次救援行動就這樣以失敗告了終。成吉思汗這一次圍攻中都啊，把指揮權交給了三木合八都。三木合八都呢，又被叫做三木合、三摸合、薩木合。八都是稱號，意思是勇士。這是成吉思汗麾下又一顆冉冉升起的軍事新星。前幾次圍攻，蒙古人甚至2次闖入中都，但是都被打退了。對手的頑強不容小覷，三木合吸取了之前的教訓，非常謹慎地對中都只圍不打，讓金軍慢慢陷入絕境。然而現實情況呢，是從1214年到1215年，攻守雙方都飽受折磨。一方面是疾病，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蒙古人呢，因為夏天天氣炎熱，爆发了瘟疫。中都城裡因為長期封鎖，飲用的水源被死尸污染，同樣爆发了疫情。圍城啊，讓黑市的買賣爆火。正常的糧食和黃金等價，隨後呢開始比黄金還貴，最後徹底斷糧，翻漲10幾倍仍然買不到。這時候呢，就開始有人公開半公開的販賣人肉，民間把這種肉呢稱作享肉，意思是吃了還想再吃。守城的軍隊也是一樣，從死去同伴的屍體上割肉，醃制晾曬之後再分發下去，充當軍隊的口糧。蒙古人那邊同樣糧食短缺，之前幾次焦土政策，现如今呢讓他們自食其果。蒙古的軍隊在非常时期也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一些相對可靠的史料證實，在緊要關頭，蒙古人選擇孤注一擲，自相殘殺。甚至有一種說法認為，成吉思汗曾下令處死部分士兵，讓剩下的人以戰友的屍體充飢。外無援兵，內無糧草，中都城啊，上到完颜成輝，下到普通軍民，大家心裡都清楚，城池淪陷只是時間問題。為了保全金朝的臉面，完颜成輝找來副手莫颜金忠，共同商議對策。這倆人呢，當初是當着金宣宗的面發誓要和中都共存亡。現如今到了兌現承諾的時候了。完颜成輝啊，提出希望莫颜金忠
和他同死社稷，說今日城若破，便是我等盡忠之時。說完就看着莫言金钟，等着他表態。事到臨頭呢，这个莫言金钟站立良久，最後才憋出一句，說我現在就一個想法，不如南下吧。言外之意呢，是復刻胡沙虎，扔下全城人跑路。在這種生死面前，往往最能看清人的本心。無論結果如何，都會有人覺得順理成章，也會有人認為不可理喻。完顏成輝啊，費盡心力守城，卻怎麼也沒想到，當初信誓旦旦說要共存亡的人，如今第一個想到的呢，竟然是棄城逃命。所以在大怒之下，氣得拂袖而去。同樣是在這天午後，不死心的完顏成輝把莫言金鐘的心腹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叫到跟前，深入了解情況，說：使我為平章之兵，故推心以全避平章，常許與我俱死，今乎一役，刑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莫言金鐘呢，是平章政事左副元帥，說我之前啊對平章大人無比信賴，才把軍事大權托付給他。平章大人曾說過要和我同生共死，可是現在又突然變了卦，他準備什麼時候動身，你一定是知道的吧？完顏師姑呢也是個實誠人，回答他說：今日相目且行，今天天黑以後就準備走。完顏成輝又問說：行李辦未？行李都準備好裝車了嗎？完顏師姑又答說：辦也，已經都準備妥當了。也就是說啊，掌管中都軍事的莫言金鐘早就做好了南逃的準備，只是一直瞞着。這對一心報國的完顏成輝無異於一記重拳，心中憤懣無處發洩，當即大吼一聲，叫人把完顏師姑給拖出去砍了。也許是直到這一刻，完顏成輝才真正意識到大金朝啊已經爛到根了，再怎麼折騰也撐不下去了。萬念俱灰之下，完顏成輝為金朝末年的歷史留下了悲壯的一頁。在掛着司馬光、蘇軾畫像的書房裡，他提筆寫下了身為宰相的最後一道奏章，交代國家大事，勸說皇帝遠離小人，痛斥主虎高齊，包藏禍心，危害國家。末了為自己不能保全都城而謝罪。隨後呢，又把府邸上下都召集過來，盡散家財，讓人們各自逃命。最後在自己家中服毒自盡。完顏成輝啊，是傳統儒家文化中典型的忠臣，盡責履職，直言諫過，守節不屈，是動亂的金末朝堂少有的幾個有氣節的官員。完顏成輝自殺殉國，莫言金鐘棄城逃跑，中都很快就淪陷了。金軍頑強的戰鬥到了最後，這場防禦戰啊，因為史上第一次明確記載了在戰場上使用火器，而被載入史冊。金人是火藥領域的先驅，他們制造了原始的大炮和炮架，在武器的彈藥用光以後，他們把金銀融化，制作成彈藥發射出去。但是這一切呢，最後都成了無用功。石抹明安過去的部下在城內打開了城門投了降。成吉思汗下令蒙古軍隊對中都大肆劫掠，前後時間足有1個月。他們拆毀了廟宇，破壞了城門和宮殿，奸淫擄掠，無惡不作，屠殺遍及全城。某一處皇宮着了火，持續燒了1個多月。據說有6萬多宮女啊，集體從城牆上跳下去自殺，以此逃過被蒙古人糟蹋。人的屍骨堆積成山，腐爛以後的油脂遍地都是。這其中啊，很可能存在比較誇張的記錄，但是對中都大規模的屠城是可以肯定的。一種說法認為，在1216年，中都城內的人口縮減到了 9.1 萬，中都和周邊地區的總人口下降到 28.5 萬，這就意味着中都城內死亡人數大約為30萬。算上周邊地區的話，死亡人數則超過了100萬。一座首都3/4以上的人因為戰爭而喪生，中都所遭受的洗劫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浩劫。那麼蒙古人為什麼要這樣毀滅性的破壞這座城市呢？對許多蒙古士兵而言，這座城市啊不只是戰利品，更是多年血戰積累下來的怨氣出口，也是對無數死去同伴的一場復仇。蒙古軍進城以後，用銀器當作馬槽，用金子鑄成酒瓮，主帥三木合的大帳裡甚至搬來了皇帝的龍床。在這年秋天，
一輛輛車開始從中都出發，成吉思汗帶着多到幾乎數不清的金銀財寶，率領軍隊北返。返回漠北以後，成吉思汗大賞有功將士，任命了木華黎為中原最高統帥，讓石抹明安留在中都負責善後。隨後派遣使者前往開封會見金宣宗，暗示金宣宗說，如果這會兒放棄帝位，可以獲封河南王，永享富貴。在遭到拒絕以後，成吉思汗命令三木合領兵出征。中都既破，蒙古人的眼光很快便投向了更南方。中都戰後成吉思汗聽聞城內有一位才華橫溢、滿腹經綸，而且精通天文和治國大計的人才，於是在1218年下令將其徵召到漠北。這人是契丹貴族，在金朝擔任左右司员外郎，是完颜成辉的核心幕僚，名叫耶律楚材。辽朝初年有一位仁皇王耶律倍，逃亡的后唐改名叫李贊華，耶律楚材呢就是他的后人。到了蒙古，跟成吉思汗一見面，耶律楚材呢身材高大，而且滿面美髯，声音洪亮，讓成吉思汗驚嘆不已，當場賜給他一個蒙古名字，叫做兀圖萨合里，就相當於美髯公的意思。成吉思汗想要用草原民族的復仇邏輯來拉攏他，於是開門見山地說遼金世仇，朕未如雪之。意思是我現在發兵攻打金朝，等於是替你們契丹人報了仇，你應該歸順我。耶律楚材回答說臣父祖以來皆北面失金，繼位之臣敢有二心，仇君父以交外國，臣不為也。大意是說我的祖父父親一直到我這一代都是臣服並效忠金朝的，既然已經做了金朝的臣子，又怎麼敢有二心呢？為了復合當年仇恨而不惜背叛國家和君王，這種不忠不孝的事兒，我是絕對做不出來的。在成吉思汗的價值觀中臨陣倒戈出賣前主的人是最不可信的。而耶律楚材呢，在國破家亡之際，不肯輕易出賣辱罵前主，反而是真正值得信任的忠臣。從此呢，將其留在身邊，漸漸委以重任。如果從宏觀角度來看此時的東亞格局就好像北宋末年的翻版，蒙古、金朝、南宋、西夏都在金蒙大戰的此消彼长之間，有着各自的思考與盤算。金人呢打不過蒙古人，卻有壓制南宋的本事，企圖用南宋給自己續命。蒙古呢沒法一口吃掉金朝，打算重啟遠交近攻的老套路，準備拉攏南宋，夾擊金朝。而南宋那邊也一直惦念着中原故土，對蒙古遞來的橄欖枝搖擺不定。至於西夏呢，自打金朝見死不救之後，就一直想通過蒙金大戰借勢牟利。風雲變幻的四國亂鬥就這樣隨着真佑南渡從隱隱幕後走到了台前。金國在丟掉中都以後沒有完全瓦解，堪稱奇蹟，但是他們仍然存在大量的問題。黃河以南爆發了災難性的饑荒，流民多達百萬，百姓失去生計。天災人禍之下，以山東為中心，由各地農民、流民、地方豪強組成了一支既反金又抗击蒙古的地方武裝。因為作戰的時候呢，統一以紅色外套作為標識，所以得名紅袄軍。金廷派出軍隊鎮壓農民起義，抓了農民領袖處以死刑，但是很快就出現了更有才幹的人站出來領導起義。南宋呢抓住時機加入戰局，招安紅袄軍奪取山東。在1214到1216年，金朝還遭到了西夏的攻擊，黨项人出兵占領了西部一個叫临洮的城池，金宣宗派出軍隊收復了失地。你看這個時候的金軍他們打不過蒙古人，卻依然有能力擊退黨項人，壓制紅袄軍和南宋。內外膠着，金朝依然屹立不倒，但是國土面積已經少了許多。以黄河下游為界金朝原本疆域大河以北，人口密集，屯戍重兵，屬於比較富庶繁華的核心區域。大河以南的河南、淮北地區，地廣人稀，又和南宋接壤，往往被金廷視作邊陲，直到真佑南渡以後，才成為金朝統治的核心地區。
金國人在黃河的河道上呢，設置了一系列的渡口和浮橋，其中尤以開封以北的李固渡最為有名。蒙古入侵以前，李固渡是金朝重要的交通貿易樞紐，渡口兩岸人煙浮湊，商旅絡繹不絕。入夜以後啊，河岸兩邊是風平浪靜，守衛浮橋的士兵呢提燈巡夜，會用悠長的中原唱腔報時。可是在1215年中都破城之後，黃河兩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數逃難的金朝百姓攜兒帶女擠在黃河浮橋的北端等着逃命。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剛剛遷都南京的金宣宗很快便頒布了著名的河禁，內容有這麼2條：一是由於河北兵盜四起，為了防備間諜和不法之徒，凡自北來無公憑者勿聽渡，要過河必須得有通行證。二是河南已經進入軍管狀態，為防軍需物資外流，沿河西进婺湖北渡，所有的糧食物資禁止過河。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黄河以北饱受鐵騎蹂躪，人丁銳減，耕種失時。這種一刀切的禁令啊，等於是親手斷絕了北方殘存百姓和守軍的活路。在一片聲討之下，金宣宗將第2條禁令做了調整，允許商販往河北運糧販賣，但是過黃河的時候，朝廷要扣掉 80%充當軍儲。您想想，這一船糧食剛到黃河，80%先被朝廷給扣下了，剩下的那20%得賣到什麼價格才能把本錢賺回來呢？由此可知啊，金宣宗的南京小朝廷在非常之时已經顧不上河北百姓的死活了。那個家庭富足一點的，走到黄河邊，如果舍得花錢花到倾家蕩產，兴許能買了一張通行證。那些原本就很窮苦的，就只能被攔在關卡以外。每個渡口周圍都有難民營，這裡的人們呢，擁擠不堪，食不果腹，並且缺少基本的醫療衛生條件。最後因為饥疫肆虐死去的人多達10之7八。渡口來往的人群啊，有平民，有官員，還有一部分特殊人群。這些人呢，幾乎不受任何限制，來到渡口可以暢通無阻。他們就是金宣宗心心念念，克服萬難也要特別照顧，集體南遷的女真軍戶。金朝入主中原以後啊，女真軍戶就大規模的從東北遷徙到了河北、山東，數量一度高達400多萬。與清朝時期的那個八旗子弟一樣，女真軍戶遷居內地，伴隨着優厚的福利待遇。通常情況下呢，金朝會按照戶數或者丁數給他們分配國有土地，讓他們屯種。這就引發了2個問題：一是大批的外來戶需要良田，官田不夠分，就只能霸占民田。那麼失去土地的漢人呢，對女真人由此就恨之入骨。尤其是金朝失去河北、山東以後，漢民們瘋狂報復，對女真人必殺之而後快。極端的呢，甚至挖墳掘墓，挫骨揚灰。二是這個土地來得過於容易，女真地主只需要把土地租給佃農，就可以坐享其成。時間一長，女真人逐漸開始好逸惡勞，不事生產。金宣宗南遷以後啊，為了穩固根基，第一時間就安排了河北、山東的軍戶集體南遷。為了養活這些人呢，金朝不得不加倍徵收河南的土地徵稅，或者是按照老辦法，想方設法把平民耕種的良田定性為荒地、墓地，然後再分發給軍戶，拆東牆補西牆，又狠狠拉了一波民怨。然後四面都是敵人，蒙古人、黨项人、宋人、红袄軍，这就是金宣宗南渡之後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面對4波敵人，金宣宗下令全面徵兵，他們開始在開封周圍布置精兵強將，在黃河以北建造成體系的要塞，同時頒布了一套獎勵制度，說不論是誰，只要他能夠奪回中都，就可以直接擔任元帥。任何一場戰鬥，只要能夠打敗蒙古軍隊，一律重重有賞，破格提拔。這套辦法措施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有一點讓人難以理解，就是蒙古風暴已經刮得昏天暗地了，如果和南宋結盟，共同对抗蒙古，不失為良策。可是金宣宗呢，堅持要和宋朝開戰。儘管北方的處境已經十分艱難，直到1224年金宣宗去世的時候，宋金雙方仍在交戰。南宋那邊呢，也一樣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這兩個政權呢，即便是最優秀的政治人物，出於長年累月的憎恨、轻蔑、誤解，也只能看到自己願意看到的真相。南宋看到金朝被蒙古人打得连首都都不要了，認為報仇雪恨的時候到了。大臣真德秀聯合同僚，主張立刻和金朝斷絕關係，拒剿碎幣，提出練兵選將，主動出擊。蒙金戰爭23年間，宋朝在外交政策方面可以說完全是一場災難。從1211年蒙古入侵華北開始，他們就總是後知後覺，小心謹慎又幸灾樂禍。南宋高層中呢，只有少數人有意識認為蒙古可能會比金朝更加危險。科技發達，經濟領先，文化教育方面更是讓北方望尘莫及。種種成就讓宋人認為宋朝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在13世紀初可能也的確是這樣，但是這也相應的讓他們变得傲慢自大，始終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之自信之中。偏偏呢，又缺少真正高瞻遠矚的人物，更加缺乏長遠規劃。當然，後人站在上帝視角看得清楚，當局者卻未必如此。正如王夫之後來評論的，說宋金兩國即便是在各自實力全盛的時代，尚且奈何不了對方，只能划江而治。更何況一個是國土丟了大半，一個是积弱已久，雙方到這會兒還在互掐，到最後呢，只能是两败俱傷。对金朝來說，对宋戰爭開局還不錯，但是到了1219年，金朝興定3年，南宋嘉定12年，金宣宗對南宋發動了金朝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戰略南侵，史稱金軍3道攻宋之戰，或者是宋金嘉定戰爭。東路軍是由左副元帥蒲散安真进攻淮南，一路推进到今天安徽當涂。山東红袄軍首領李全率部發動精準截擊，迫使東路金軍全面潰退。那麼中路軍呢，由完颜鄂可率領，打的是南宋的荊襄门戶枣陽，對枣陽圍攻了80多天。南宋守将孟宗正誓死抵抗，就是孟拱的父親。後来呢，京湖制置使趙方調遣名將扈在興等人合圍救援，宋軍是內外夾攻，在枣陽城南大敗金軍，完颜鄂可倉皇逃竄。西路軍是由金將巴图鲁安率領，進攻陝西四川防線。南宋四川守将張威在關鍵時刻派遣精銳迎擊，迫使西路金軍敗退回防陝西。三路大軍三路慘敗，宋軍呢跨過邊界開始反擊，後來又陸續輸掉了多場戰役，金軍開始佔據上風。同樣是在1219年，成吉思汗正式開始了震驚世界的蒙古西征，幾乎所有的精銳部隊無不傾巢而出。如果金宣宗能抓住這次機會，大可以趁着成吉思汗西征，整頓吏治和財政，積極調整國防策略，甚至可以用心經營河北，收復蒙古人一口吃不下的失地。但是他並沒有，他非得兩線作戰，主動開闢第二戰場。成吉思汗在西征之前任命了木華黎以國王的稱號統軍北方，還授予了他象徵大汗權威的九尾白道。前後大概6、7年的光景，蒙金双方進入了一個難得的相持階段。木華黎呢，輾轉於河北、山東、河東和關陝地區，一邊和金軍作戰，一邊收編大大小小的割据勢力。木華黎無疑是蒙古帝國最傑出的統帥之一。在長期缺乏人手的情況下，他在中原地區為成吉思汗立下汗馬功勞，卻又始終插在了臨門一腳，無法徹底擊垮金朝。金軍在這一時期也不得不說表現出了不屈不撓的韌性。儘管兩線作戰，但是他們不僅讓蒙古人陷入僵局，而且還擊退了宋軍。1214年，木華黎接連攻打長安、鳳翔不下，累死在了山西闻喜，享年53歲。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心裡惦記的依然是那座沒有攻下的汴京城。臨死前留下了以下這段悲壯且充滿執念的遺言，說：我為國家鑄成大業，還甲執銳垂40年，東征西討，無負遺恨，帝恨汴京未下耳。最遺憾的就是金朝的首都汴京至今還沒有被攻克。同年12月，金宣宗在汴京寧德殿病逝了，他的第3個兒子完颜守緒登上帝位，是為金哀宗。木華黎死了，金宣宗也死了，但是戰爭呢沒有結束。相反的，隨着金哀宗继位，
隨着蒙古西征告一段落，蒙古與金朝之間最慘烈、最血腥也最決定命運的較量才剛剛開始。讀歷史知善惡，感謝您的收看收聽，這裡是烽火照東南，慢聊蒙金戰爭的第4集，預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